好，我是张阿鱼，欢迎收看我独自旅行的视频。我这次飞机中转，在昆明待了2天，入住了我旅行以来体验感最差的青旅，顺便感受了一下昆明美好的春天。第2天，带着我在斗南花市买的花去见了高中的好朋友，和之前在马来西亚独自旅行时认识的一个很有趣的人。请一口鲜花艇长一版过桥并线，感受明红尘的热情。昆明现在17度，好像还好，没有想象中那么冷。OK， 我现在已经取到行李，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41。其实我原本打算坐机场大巴到市中心去住青旅的，后来想了想，算了，还是别赶了，太晚了。所以就找了一个机场附近的酒店。昆明机场附近的酒店一般都会提供免费的接机服务。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喂，你好。哦，我在406，是不是？是这个车吗？87。哦，我就在这儿，我这。找到。有。到了。好。电话号码留一个。188，还给我升级了一下房间。80块钱一晚上，还不错感觉。现在已经是晚上12点钟了，我得赶紧导一下今天在芒市的素材，然后想一想明天我的路线，以及明天我住哪儿。说实话，我现在还有点恍惚。2个小时前我还坐在我芒市姐姐家里呢，然后现在突然就到昆明的一个酒店了，突然让我想起了我上一次去老挝的前一天也是这种，就一下子旅行的实感就上来了。这家酒店的 WiFi 名是裸聊招嫖改机票是诈骗，这防诈意识也太好了。The next day， 朋友们早上好，我订了今天晚上一个在昆明站附近的青旅，现在打算坐车过去把行李放在青旅，然后下午就在市区逛一逛。上次我从亚庇飞回昆明的时候，不知道咋的我就没找到我那个手机卡，当时赶着坐地铁去高铁站，然后一路上我人跟别人借热点，都没人愿意借我，后面是2个大学生，特别热情，特别善良，帮助了我。那刚刚在这个地铁站遇到了我的初中同学，我的妈呀！现在出站了。因为这一家青旅在居民楼里，1楼有锁，我进不去，只能给老板打电话，但是打了很多都没人接。这个时候有人开门出来，我拉着门成功进去了。然后你们知道最气人的是什么吗？后面我取消了这个订单，那个老板在线上还拒绝了。下午2点钟他打过来，听起来像刚起床，还很不耐烦地质问我：“你打我这么多电话干嘛？”哎呦，哈哈，我打给你干嘛？我找你约会呀！我当然是订了您家房间啊。他说看不到我的名字，我又笑了。我说我都取消订单了。他回我：“那不就行了，打来干嘛？”哈哈哈。最后还得麻烦他在线上同意我取消订单，挂电话前我还谢谢他了。
我现在换了一家新的青旅，但是说实话，这一家的条件有一点一般，感觉这整个小区都是那种快捷酒店，因为在昆明站附近嘛，也就将就一晚上，就还能接受吧。我好热啊！现在25度、27度吧，好像。去翠湖公园逛一逛。哎呀，这里好舒服呀！我现在站在湖边吹着风，还挺凉快的，一点都感觉不到热。我因为昆明的气候一直对昆明有滤镜。有一年我从昆明飞上海，好像是7月中的时候吧，昆明才20多度，在滇池边吹着风还有点冷。然后第二天我到上海，那天我记得我好像是在找房子吧，我就在上海的太阳下晒了大概7、8分钟。然后就从前一天的这样变成了后一天的这样。我来之前看过一句话，说没有人会在翠湖自杀，因为会毒骆驼。好吧，我刚刚讲了一个只有云南人能听懂的笑话了。其实来了之后，我确实想说，没有人会在春天的翠湖自杀，因为真的太美了。走进翠湖，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是春意盎然，然后你目光所及之处，到处都是生命力在流动。我18岁的时候第一次出云南，到了上海，我才知道原来春天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以前我只来过一次昆明，而且是在夏天的时候。18岁以前我就一直生活在
昆明以南的云南城市。你们知道昆明以南的云南城市就是它春夏秋冬都是一个样子的，没有什么分别，树叶永远是绿的，花永远是开的，冬天和春天就可能只有一点温度上的差别而已。所以小学时候我在课本里面学到，春天到了万物复苏，一切都是生机盎然，柳树抽出新芽，鲜花到处盛开，这就是春天来了。我小时候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因为我脑海里面想象不出来。到了上海之后，因为上海的冬天，在江浙沪待过的人都应该知道，上海的冬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地狱痛，又冷又冻，然后全棵树叶都会枯黄掉落，一朵花也没有，到处死气沉沉的。然后突然春天一来，温度一上升，那到处都是花开，什么玉兰花、郁金香、樱花，还有海棠，然后树叶也会抽出嫩嫩的小绿芽。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还跟我云南的朋友说，哎，你们知道吗？春天原来是会开新芽的。哇，我才知道原来春天这么漂亮。刚刚我家里人给我打电话说德国地震了，而且震得很大。我的妈呀，上一次地震已经是好多年前了。随便。好土呀！我刚刚在路上打不开车门，尴尬，后面好多车在等着。好高级啊！不是，你再叫一遍，你再叫一遍，怎么开来着？按钮就开了，刚刚怎么一直没开啊？按钮就按钮然后把它扣开。导航至斗南花市。正在搜索斗南花市。好酷啊！笑死我了！1个小时，我去啊，这么远吗？好远哦。那算了吧。那我们再走吧。下车。我也是坐上特斯拉。蒙面侠。1个小时前，我的人生目标是在昆明生活。这1个小时后，我的人生目标再加上买一张特斯拉。多土玫瑰5元一把。Tomorrow.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现在已经把
我的行李打包收拾好，然后寄存在店里。然后我现在要带上我昨天买的这一束紫罗兰去见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她是我在马来西亚旅行的时候认识的一位阿姨，家住在昆明市旁边的安宁市，我过去大概是1个小时40分钟左右。出发吧。第一次见霞姐的时候是在槟城的青旅，她住在我的隔壁床。因为她的手机导航在槟城没法准确地显示公共交通，于是请求我教她怎么去升旗山。去的路上，我发现他还在用着不那么智能的手机背英文单词。交流之后才知道，退休后他常年一个人在国内外各地旅居，到槟城之前独自在老挝待了1个多月。旅行的路上，他还经常会做义工来换取食宿。途中，他还尝试学习了非洲鼓、肚皮舞，当然还有他一直没有放弃的英语。现在出站转公交，还得坐11站才能坐到。之前这个阿姨跟我说她家在昆明，我来昆明之前我就联系她了，她给我发定位，发现是在安宁，其实她已经出昆明了。我前天还在纠结，我说其实我在昆明只有2天，时间挺紧的，今天晚上我还得赶回机场，我在想要不要下一次我来昆明的时候再来找她。而且我就觉得这2天昆明还有好多好玩的地方没去，感觉素材不太够。后来我就想，其实昆明永远都在这儿，无论我什么时候来我都可以拍。但是这个阿姨她不是，她常年会在国内外各个地方旅居，并不是每一次我到昆明她都会在家的。所以我就想，她是我在旅途中认识的非常宝贵的一个朋友，能见面的机会就一定要抓住。所以我今天就来了。我特别佩服这个阿姨一点，就是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还在用多邻国学英文单词，然后她学了一个单词是 toilet。后面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找厕所，她就不让我去找，她说小妞，让我试一试，我学了个新单词。在槟城的10天里，我们聊得很投机，经常一起出去玩。有一次我跟她说，其实自己特别焦虑，可能旅行完之后又要回到大城市找工作，过自己不喜欢的生活了。她没有跟我说什么人生大道理，只说了一句话，对于她来说，有饭吃，有衣服穿，住的房子可以遮风挡雨，如果可能的话还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她就已经非常开心了。她不在乎别人是怎么想的。这个花祈祷我将来。这个是你们的特点，叫什么虎头参？我家楼下给我的，虎头参说的。是不是电话响？是我预约的那个直播。直播啥直播？这个英语1分钟。英语1分钟，还在坚持学英语。有学得很慢。先吃点儿，来，好。你知道你走了以后，你那个床位来了个广西的女生，然后你知道我跟她有多缘分有多奇妙吗？当时她在槟城待了几天之后，她就直接去吉隆坡飞亚庇了。在吉隆坡就跨年那一天，我在吉隆坡的那个青旅里面待着，我有点难过的那个时候，就感觉大家都在外面过节什么的，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国外待着，我就在那个青旅坐着，她就从楼上走下来了，就是那个广西的女生，然后她就走下来，我说，哎，你不是我隔壁那个床的那个女生对吧？然后她说，哎，你怎么也在这里？她说她刚从亚庇飞回来。那天晚上已经快11点钟吧，我遇到了她，她就说，走吧，我们去看那个跨年的他们那个烟花秀什么的。她一句英文都不会说，她说数字都是，比如说17不是应该是17嘛，她就说17，就是11、7的意思，大家也都能听得懂。
他跟别人沟通就是靠手语什么的。当时我们同一间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她还是英语老师呢，但是她不敢开口讲英文，个人她特别害怕，她特别紧张，就在那个青旅里面就一直要让我们陪她一起出去玩。那你们出去要是手机没网了怎么办？导航没了怎么办？导航导错了怎么办呀？你们不会说开口讲不了英语怎么办呀？然后那个广西的女生就说了一句话，她就说，我从来不会提前去设想这些问题，就是这些问题等你遇到的时候，你总能解决的。哇，这一排都是。长水机场过夜，因为明天早上我的飞机是6点半起飞，我觉得住市区或者住周边的宾馆都有点不太方便，所以我打算直接去机场的过夜区休息一晚上。也有很多中转休息区。我第一次在长水过夜住那么好，就是以前我每次到了长水都特别晚，然后来这些中转休息区全都没位置了，这是我第一次住这么好。这个水居然还是热水。晚安，马卡巴卡。